好多20-30歲嘅年輕人呢，佢哋都喺度呻，佢哋買唔起樓，佢哋覺得佢哋父母嗰一代好後生啊，嗰陣時20-30歲呢就已經買到樓啦。但係點解我哋呢代人就唔得呢？係咪我哋做嘢唔夠勤力，書又讀得唔夠多呢？我哋一代嘅人咧會咁辛苦嘅，點解會係冇辦法俾我哋嘅父母賺更多嘅錢呢？究竟問題喺邊度呢？所以今日咧係特登想做呢條影片啦，係一齊傾下一樣嘢。呢一個1981年啦嘅香港嚟講，呢個4人嘅家庭啊，佢嘅月入嘅中位數咧當時係3146蚊，去到近年啦呢個數字咧係上升去到咧42000蚊。咁雖然呢個入息咧中位數咧其實喺過去40年以嚟咧係講緊升咗12倍啊，但係咧都唔難聽到咧我哋呢個千禧嘅一代啦，即係我自己千禧一代啦，咁同埋咧再下一代就係 Gen Z 啦，佢哋喺度投訴呢個生活好困難。喺1980年代咧，一間太古城嘅600尺嘅單位，當時係賣緊47萬啦。去到2020年啦，當時樓價高位嘅時候咧，喺香港太古城呢間600尺嘅單位咧就升咗24倍，賣咗1200萬。雖然咧我哋個人工係升咗12倍，但係咧都係追唔上呢個樓價升幅。咁而喺發達地區裏面咧，其實講緊無論係歐洲啊、美國啊、日本、韓國、台灣咁樣啦，咁其實咧喺呢啲地區唔難見到大部分嘅年青人啊，即係尤其是千禧一代嗰一批開始啦，都投訴自己經濟條件唔好，同埋咧係缺乏呢個上流嘅空間。睇一睇 OECD 咧呢個報告，過去咧喺20年以嚟咧，越嚟越少人咧會期望佢哋嘅收入咧喺短期內會增加。咁相比呢個數值咧，喺1997年左右啦，當時呢個數值咧係大概25至30，但係呢個數值咧去到近年咧已經大幅下跌啦。而根據咧美國嘅呢份研究報告亦都指出啦，喺1940年代咧出世嘅小朋友，佢哋嘅向上流動嘅能力咧嘅比率就係90%，即係話咧依家啲嘅小朋友裏面90% 嘅人咧都可以賺得多過佢嘅父母嘅收入。咁但係咧好冇彩啦，睇翻呢個報告又指出咯，對於千禧一代啦，即係咧喺1981年之後出生嘅人嚟講咧，呢個數字咧嘅比率咧已經跌到去大約50% 左右。至於 Gen Z 咧，即係1996年之後出生嘅人咧，佢哋未有一個研究做到，但係咧亦都好有條件去相信咧 Gen Z 佢個情況唔會比千禧嘅一代係好。咁即係話咧，會維持喺50% 以下啦。咁點解 Gen Z 同埋咧呢個千禧一代佢哋嘅收入會同我哋嘅父母爭咁多呢？首先第一個大嘅原因咧，就係我見到千禧一代咧係經歷咗至少2次嘅大嘅經濟衰退期啦。第一就係07至08年嘅 financial crisis 啦，即係金融海嘯。咁第二咧就係2020年嘅 pandemic， 即係呢個肺炎啦。如果你係一個香港人，仲有機會已經經歷埋咧呢個03年嘅 SARS。我自己咧都經歷咗個沙士啦，咁亦都喺金融海嘯之後咧開始展開我嘅 permanent job 啦。咁我其實嗰陣時我都記得嘅，03年咧我就聽到好多人講話經濟唔好啊，有份工已經好好噶啦，或者唔好諗咁多啦，捱下啦，依家係咁噶啦，市道唔好。咁然後咧又聽到08年之後啦，咁有好多又成日都聽到話今年經濟唔好啊，今年嘅環境唔係咁好啊 ，bonus 又唔係咁多啊，升職加人工又唔係咁易。總之我咧嘅感覺啊，我即係做嘢咁多年咧，長期都係聽到呢啲咁嘅字啊，我好少聽話今年好好勁啊，好好啊，個市道好好。而千禧一代同埋 Gen Z 每一次經歷嘅金融危機咧，都有個共同點。由08年開始咧，美國嘅聯邦政府咧就帶頭去做呢個 QE，即係量化寬鬆，去挽救呢個經濟危機。量化寬鬆係咩嚟咧？其實係講緊呢個聯邦政府佢去購買呢一資產，咁令到佢哋個資產負債表咧個資產係膨脹。咁喺出面咧坊間嘅人咧就係講呢個 printing money， 即係印銀紙。咁佢買定啲咩資產咧？就係包括呢個債券啦，同埋 MBS， 即係呢個 mortgage-backed security。而利用呢個量化寬鬆咧，佢就向呢個經濟注入咗一啲儲備貨幣。咁成個 QE 咧，其實係用嚟刺激經濟活動嘅貨幣政策啦。QE 咧係喺2008年喺美國第一次開始嘅。咁當時候咧，佢就出咗4輪嘅 QE。而睇翻 Fed 當時候嘅 balance sheet 嘅規模咧，就達到2.2個 trillion。咁而去到2020年咧，喺呢個疫情爆發之後，呢個 QE 嘅規模比2008年海嘯嘅時候咧，仲要大4倍。而呢個咧資產負債表亦都升到去歷史上面嘅最高規模啦，去到8.9個 trillion。咁究竟呢個量化寬鬆 QE 係點樣影響到我哋千禧一代同埋 Gen Z 喺
呢個財務上面、資產上面，點解係會比我哋嘅父母差咁遠呢？咁我呢度呢，會用一個簡單嘅例子同你解釋，你就會比較明白。例如整個經濟上面呢，本身係有10蚊嘅啫，咁富人呢，或者大企業呢啲人呢，就持有8蚊，咁一般嘅民眾啦同埋窮人呢，就持有2蚊，而美國嘅政府呢，就 print 多咗呢10蚊出嚟。其實政府呢 print 呢10蚊出嚟，佢哋最初嘅目的呢，係想幫助企業去渡過難關，等佢哋唔使裁員炒人，亦都可以呢保住呢其他人嘅飯碗。喺 QE 嘅期間，除咗印銀紙之外呢，第二樣嘢就係要個利率降低。咁2次嘅 QE 期間呢，都係將呢個利率呢壓到去接近0或者係一個極低嘅水平。咁印咗嘅錢呢，要點樣流入翻呢個社會裏面呢？咁有2個最直接嘅方法，第一就係政府派錢啦。咁喺過去幾年啦，唔單止係香港嘅，咁其實其他全球各地嘅國家啦，包括我住緊嘅韓國啦，咁都係有不停咁樣派錢去援助一啲受影響嘅市民啦。咁第二就係咧，呢啲錢會流翻入喺呢個金融系統裏面。喺金融系統裏面咧，銀行作為金融機構喺一個低息嘅環境裏面咧，佢哋係唯有將呢啲錢係借出去提高佢哋利潤。咁有邊啲人喺過去2年裏面咧係好易借錢咧？企業家啊、公司啊 ，credit rating 越高嘅公司咧，其實佢哋借錢佢嘅成本係越低。舉個例子，如果你係一間好細嘅賣小食嘅鋪頭，同Apple 公司走去銀行借錢， Apple 公司可以借到嘅錢更多，借到嘅利率咧係更低。個人都係嘅，如果你嘅個人信貸嘅 credit 係越高嘅話，咁你借到嘅錢咧就會越多，或者你個利率咧會越低。乜嘢個人嘅 credit rating 會高咧？佢有個好嘅收入啦，好嘅工作啦，或者係佢本身有一啲資產啦，作抵押性嘅貸款，咁佢哋咪可以借到多啲錢啦。咁所以咧喺 QE 期間，好多嘅有錢人或者係企業更加容易係得到呢啲咁嘅平錢。平錢即係一個利率好低嘅錢。資本家或者企業咧就利用呢啲得到嘅呢10蚊啦，佢哋借咗翻嚟。咁本來咧佢哋應該係將部分嘅錢以一個工資嘅形式咧係發放翻俾佢嘅員工啦，即係一般嘅人同埋或者係窮人啦。咁如果照翻之前嘅比例嚟講，即係佢喺呢額外嘅10蚊裏面，佢應該俾翻2蚊佢哋，而自己咧就保留8蚊嘅。但係咧呢啲企業家咧就冇咁做，佢哋咧淨係發放咗1蚊出去俾一般人或者係窮人嘅啫。點解要發放少咗嘅？咁呢個原因係可以好複雜，因為咧每一個嘅經濟體系都有一個唔同嘅獨特因素，所以咧我係冇辦法喺幾分鐘嘅影片咧咁簡單咁樣就解釋到嘅。咁但係咧一個最直接嘅原因咧就係通脹啦。企業嘅營運成本增加咗啦，而企業啊或者公司嘅生存目標就係要維持佢嘅利潤率啦。咁所以喺一個高嘅成本之下，佢哋咧可以再發放出嚟俾一般市民或者係窮人嘅錢咧就會少咗啦。結果即係話經過呢個 QE 之後啦，有錢人嘅錢就由8蚊增加到去16蚊。咁而一般人窮人咧，佢本身有2蚊嘅話咧，咁咧佢哋依家咧就變咗有3蚊，其餘嗰1蚊咧就可能係去咗呢個通脹啊成本上面啦。咁一般人手上面咧，其實睇到呢啲錢嘅數量咧係多咗嘅，但係咧好多人都冇覺得自己有錢咗嘅喎，因為咧係呢一個高通脹嘅環境咧，同埋 QE 嘅制度之下咧，其實金錢嘅價值同埋佢購買力咧係低咗嘅。所以簡單嚟講，自2008年以嚟咧，每一次我哋遇到嘅經濟危機啊或者金融危機咧，聯儲或者各地嘅政府咧都係用呢一個印銀紙嘅政策咧去解決呢個問題，咁而呢個問題咧亦都造就咗咧有錢人越有錢，窮人咧就越嚟越窮。如果你擁有嘅技能越少嘅一般人同埋窮人咧，喺呢個經濟不景同埋高通脹嘅環境之下咧，其實佢哋受到嘅打擊咧先係最大，因為佢哋收入來源好單一，佢哋係依賴企業裡面嘅一份工作去維持佢哋生計。其實呢個印銀紙嘅動作唔單止係引發高通脹啦，亦都會引發資產泡沫嘅問題啦，因為太多熱錢流入咗去呢個資產嘅市場，無論係房地產啊或者股市都係啦。但係喺過去嗰幾年，政府去選擇去用呢個 QE 去解決呢個經濟嘅問題咧，有啲似係吸毒咁嘅形式啦，即係話佢哋唔吸又係死，吸又係死，佢哋咧係不斷咁樣將呢個經濟嘅問題咧延遲推後。肺炎去影響呢個經濟係真，但係喺肺炎大流行嘅期間嗰2年咧，其實唔係好多人 feel 到呢個經濟上面嘅打擊係咁痛苦，因為當時候嘅資產泡沫咧係吹到好大。但係呢啲人為嘅貨幣政策咧，只係將整個嘅經濟問題啦，同埋咧肺炎大流行對人類造成嘅傷害咧，係成個問題延遲咗，同埋咧係 spread 開咗。但係咧呢度同樣咧，亦都令到呢個貧富差距咧就大咗。另外一個原因點解會影響到千禧一代同埋 Gen Z 咧，就係學歷都有通脹。
獎。大家都知啦，我哋爸爸媽媽年代嘅話呢，當時候大學畢業已經好叻㗎啦，咁所以呢，有一張沙紙呢，去揾一個高薪厚職嘅工呢，其實唔難嘅。咁但係呢一個係以前嘅事啦，咁依家學歷嘅話，基本上人都有。依家係講緊你就算係有一間好嘅大學裏面走出嚟畢業，都冇辦法 guarantee 到呢一個就係等於你將來會有一個好嘅收入、好嘅晉升嘅機會。所以你會見到其實幾代人嚟講呢，佢哋嘅背景已經係完全唔同。所以咧，上一代人嘅思維係咪啱呢？即係我指穩陣咁樣揾份工，咁樣工作，去讀書，努力讀書，考入一間好嘅大學，攞一張沙紙。咁呢一個 concept 咧，對我嚟講唔係錯，但係呢一個 approach 對現時社會嘅經濟結構又可唔可以 apply 上去呢？就算我哋係真係 apply 咗，嗰個成效亦都唔會比我哋上一代嘅父母咧為高。但係呢一批嘅上一代咧，正正就係經歷咗我頭先講嘅唔同嘅經濟同埋社會結構環境之下去取得成功嘅一批人。呢一批人又養育緊千禧嘅一代同埋咧 Gen Z。咁而呢一啲上一代嘅父母，佢哋咧就利用佢哋嘅成功思維咧，去植入去佢哋嘅小朋友同埋佢嘅仔女身上。所以咧，我哋呢個千禧一代啦，同埋 Gen Z 呢一代咧，普遍嚟講咧，都係呢個環境裡面咧成長嘅。咁但係我當然啦，我就唔係話所有嘅父母都係咁啦。咁佢哋作為呢個第一身嘅教育者，其實係將一個我會講係有啲過時嘅理財教育思維咧，去植入咗佢嘅小朋友度。點解會係過時咧？因為呢一個結構、經濟結構同埋一個學歷上面嘅結構咧，已經同以前嘅上一代咧所經歷嘅環境咧係完全唔同噶啦。當然啦，我唔係叫你哋唔讀書、唔考大學、唔努力。咁其實好多專業啦，譬如醫生啊、律師啊、工程師啊，咁其實呢一啲都好多一啲專業嘅事啊、專業嘅牌照要考。咁你唔讀書係冇辦法做到一啲咁專業嘅職業。咁呢個我亦都係好尊重。但係當你讀完書做呢啲工作嘅時候，你嘅專業會唔會為你帶嚟一個原動力呢？你係咪仲有 passion 呢？你係咪仲係好開心咁樣工作呢？仲有你會唔會有一個健康上嘅問題呢？會唔會有一日你係一個健康上嘅問題令到你不能夠繼續工作呢？呢一啲都係一個 hint 係話俾你聽，你係需要一個改變。我講另外一個最主要呢，就係必須要撇除舊有嘅思想。而我話撇除舊有嘅思想呢，唔係叫你唔讀書，只不過咧係叫你要諗第二個嘅收入來源。否則千禧一代同埋 Gen Z 咧係比上一代嘅人咧更難去達成呢個財務自由。聽到呢度咧，你可能好灰心嚇，即係 Ring 話俾你聽，你冇乜可能去達成財務自由。咁呢個就唔係我嘅意思嚟嘅。咁依家咧我就係俾 solution 你哋。根據美國銀行嘅研究，呢份報告指出咧，Gen Z 世代嘅收入咧預計咧會喺未來嘅10年以內咧係超越咗千禧一代嘅人，而 Gen Z 咧亦都會成為有史以嚟最具顛覆性嘅一代人。咁其實 Gen Z 一代人咧係人類史上咧第一代係完全生活喺呢個科技同埋 Internet 嘅世代裏面嘅。而 Gen Z 一代人咧，除咗啱啱進入咗呢個勞動市場之外，佢哋亦都進入咗呢個消費市場，所以佢哋將會成為最大嘅勞動力同埋消費者，亦都逼使到其他世代嘅人咧要去適應佢哋。其實頭先我講過啦，要建立多一個嘅收入來源咧，其實我係想去 brainstorm 下大家咧，可以去考慮利用網絡嘅世界啦，因為網絡世界上面佢有一個好成熟嘅基礎建設、電子商務嘅foundation。其實通過呢個科技同埋 internet 咧，其實人類依家係正喺度經歷緊咧前所未有嘅生產力同埋效率。唔單止係生產一個物件啦，甚至係你講緊係溝通啊，同埋俾錢，全部都係一個極速嘅速度咧去完成。而佢哋可以 spread out 嘅範圍咧，再唔係局限喺自己國家裏邊，係講緊全球性嘅範圍，即係話佢哋嘅影響力係可以更快同埋更廣。咁我以前咧喺唔同嘅影片咧分享過一啲唔同嘅收入來源嘅 idea 啦，亦都有講過咧有乜嘢嘅技能咧，我覺得係值得去學習嘅。咁你哋如果有興趣咧，可以睇一睇呢度呢啲影片。咁對我嚟講咧，其實只要你係任何一樣嘢，你係自己有信心嘅、叻嘅或者有興趣嘅，你不妨係可以通過網上呢個渠道咧，去話俾世界上面更多嘅人知。咁其實真係嘅，比10年前，如果你想做同一樣嘢，基本上係好難。
即係如果你係畫畫嘅，你基本上唔識一啲 agents 啊，或者冇一啲其他嘅渠道啊，去展覽你嘅作品嘅時候咧，基本上係冇咁容易揾到人識你嘅嘢。咁但係咧，依家咧呢個世代已經唔同咗，所以我係認同咧美國銀行所講嘅 Gen Z 呢個世代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具顛覆性嘅一個世代，而佢哋擁有嘅機會比千禧一代咧之前咧嘅幾代人嚟講係更加多。而事實上呢個 digital economy 咧係以一個極高嘅速度咧喺全世界係發展緊。譬如以美國嚟講啦，佢已經係佔緊咧美國嘅 GDP 嘅11.5%，高達咧2.4 trillion 嘅產業。而呢個 digital economy 咧，佢嘅經濟增長嘅速度咧係講緊佢係美國經濟總量嘅7倍。所以我認為咧年輕人唔需要去咁快去灰心，或者覺得自己冇一個上流嘅空間。其實調翻轉嚟講，如果你可以撇除一啲固有嘅舊嘅思想，去了解呢個新嘅經濟、新嘅社會結構，再利用你依家擁有嘅最大嘅本錢就係時間同埋咧科技，去利用呢啲嘢咧去令到你自己嘅才能啦、你自己嘅作品啦，或者你自己叻嘅嘢、有 passion 嘅嘢，你嘅 skill 咧去話俾人聽你嘅價值喺邊度。咁我自己嘅興趣啦同埋專業就喺呢個理財同埋投資上面啦。同樣我亦都係通過呢個 digital economy 咧介紹 Ring is Here 呢個頻道俾其他人知。喺我以前嗰呢個影片裡面有講過，其中一個我覺得好重要嘅 skill 咧就係理財投資嘅。咁我亦都做咗呢一個課程，呢個課程咧係豬變成專業投資者必學嘅7大科。咁咧如果你想學多一樣嘅理財投資技能咧，你可以 click 下面嘅連結咧了解下啦。咁我嘅觀眾年齡層咧都好廣嘅，除咗千禧一代，除咗 Gen Z 之外咧，我都好多咧係 Gen Y 啊，或者係甚至係 Baby Boomer 呢一代嘅。咁你哋都不妨留言話俾我聽，你覺得新一代嘅年輕人係咪真係缺乏呢個上流嘅空間呢？咁有啲乜嘢建議你會建議年輕嘅人咧可以做到，令到佢哋會更容易咁樣累積佢哋嘅財富呢？咁我今日咧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同埋 share、訂閱嘅時候記得 click 翻個 long long 啦，click 咗個 long long 咧先會提你咧有新片出咗噶。好，下次再見，拜拜。